想要拥有坚如磐石的强大内心，首先要做的一件事，绝非去向外寻找更多的赞美与认可，而是要彻底戒掉你的委屈感。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冷酷，甚至不近人情。你可能会想，明明是我受了伤，明明是世界亏欠了我，为何还要我来承担改变的责任？但请你暂且放下心中的防备，哪怕只有片刻。我要告诉你一个反直觉的真相，委屈感并非是你对不公遭遇的客观陈述，它是你亲手递给世界的一把刀，是你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受害者而甘愿饮下的一剂慢性毒药。只要你还抱着我好委屈这个念头不放，你就永远无法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。真正的强者不是从不受伤，而是从不在这份伤痛中通过自我怜悯来祈求外界的安抚。让我们把目光从抽象的道理移向生活的一角。在一个北方老城，住着一位专门修复古董家具的木匠，他的手艺极好，平日里总是沉默寡言，只与木头为伴。有一天，他接到了一单生意，一位富商送来一把断了腿的明代圈椅，许诺修好后支付重金。木匠视若珍宝，他花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，日夜打磨，寻找纹理最匹配的老料，用最传统的榫卯结构将椅子复原，甚至连漆面的光泽都修复得如玉般温润。交货的那天，富商却眉头紧皱，他指着椅背上一处天然的木结，那是木材生长的痕迹，非人力可改。富商以此为由，声称这把椅子被修坏了，不仅拒绝支付尾款，还极尽刻薄之词，羞辱木匠的手艺不过是欺世盗名。木匠愣住了，那个瞬间，愤怒、羞耻、不甘像潮水一样淹没了他。他想争辩，想吼叫，想告诉对方这木结是岁月的馈赠，但他什么也没说出来，只是颤抖着看着富商扬长而去。那天晚上，木匠坐在漆黑的工坊里，看着那把椅子，泪水止不住地流。他觉得自己委屈到了极点，他想，我倾注了全部的心血，换来的却是羞辱。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，好人为何没有好报？这种委屈感像藤蔓一样缠绕着他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无心工作，甚至想要砸烂那把椅子。他觉得自己被困在了一个名为受害者的牢笼里，钥匙在那个富商手里。直到第3天清晨，阳光透过窗棂照在椅背的那个木结上，木匠恍惚间想起，这块木料在深山中生长了100年，经历过雷劈、虫蛀、风霜，他从未觉得委屈，他只是在那儿静静地长成他该有的样子。富商的羞辱对于这块木头来说不过是一阵风，吹过就散了，不留痕迹。真正让这把椅子变得沉重的，不是那个木结，也不是富商的恶语，而是木匠自己心中那颗求认可的心。那一刻，木匠明白了，他的痛苦不源于对方的无知，而源于他期待对方必须是一个懂行的好人。当他把喜怒哀乐的控制权交到别人手里时，他就已经输了。他站起身，拿起抹布，轻轻擦去椅子上的浮尘。那一刻，他的心如止水，再无波澜。我之所以能如此清晰地描述这种感觉，是因为我也曾是那个在黑夜里独自流泪的木匠。记得几年前，我曾倾尽全力帮助一位陷入困境的朋友。那段时间，我几乎放下了手头所有的工作，陪他度过难关，甚至在经济上给予了超出我能力的资助。我以为这会换来一段坚不可摧的情谊，然而当他走出低谷后，却在公开场合为了迎合新的人脉，轻描淡写地贬低了我的付出，甚至与我渐行渐远。得知真相的那一刻，我心中的委屈如同翻江倒海。我不停地在心里反问，凭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真心换来的却是背叛？这种情绪像一块巨大的船锚，将我的生活死死地定在原地。我无法专注于工作，无法安然入睡，
每一次回想都是在给伤口撒盐。但我后来意识到，这份委屈的背后藏着一个我不愿承认的真相，我的付出并非纯粹的利他，而是一场隐秘的交易。我在潜意识里期待着回报，期待着感恩，期待着对方按照我写的剧本扮演一个知恩图报的角色。当对方拒演时，我的剧本崩塌了，于是我感到了委屈。我所谓的受害，其实是我对自己控制欲落空的愤怒。看清这一点虽然残忍，但却让我瞬间释然。这种委屈的陷阱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，它像是一种无形的病毒，侵蚀着我们的能量。那么我们该如何走出这片泥沼？如何才能真正戒掉这让人上瘾的委屈感，修出一颗如磐石般的心？这不是一个理论，而是一场发生在你心识深处的精微手术。现在，请你试着跟随我的引导，进行一次心流的转化，不需要任何仪式，就在此刻，在你的意识里。首先，请你做一件极难的事，截断语言的喂养。当委屈涌上心头时，你会本能地想要倾诉，想要找人评理，想要在脑海里反复排练如何指责对方。请立刻停止，哪怕只是一瞬间，闭上嘴，也关上脑海里那个喋喋不休的声音。要知道，你每一次对他人的抱怨，每一次描述自己的不幸，都是在给受害者这个身份添砖加瓦。真正的强者懂得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这种沉默不是忍耐，而是止血。不要再把你的伤口展览给世界看，期待别人的怜悯，那只会让伤口溃烂。然后试着转动你心念的舵轮，既然不再向外抱怨，那能量往哪里去？往内看。佛家讲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当你感到委屈时，问自己一个问题：这件事我能改变吗？如果对方的无理是他人的业力，是你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，那你为何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？庄子说过虚舟的故事，如果一艘船撞了你，你发现船上有人，你会大怒；如果那是一艘空船，你的怒气瞬间就消散了。试着把那个让你委屈的人看作一艘随波逐流的空船，看作一阵偶然刮过的风。风撞了你一下，你会对风生气吗？把那个凭什么的质问转化为我可以的行动。我可以不接受这份情绪的礼物，我可以继续做我该做的事。最后，我们要种下因果的种子。你要明白，世间万物皆是因缘聚合。你今日的付出或许不会立刻在某个人身上得到回应，但它绝不会凭空消失。就像那个木匠修好的椅子，即便被富商贬低，但那份精湛的手艺已经刻在了木头里。那是木匠自己的修行，与买家无关。不必纠结于等价交换，不必执着于当下的得失。当你不再期待外界的回应，不再依赖他人的善待时，你就切断了烦恼的根源。你会发现，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圆满你自己，而不是为了讨好这个世界。当你能够流畅地走完这心路历程，你会发现，那个曾经让你夜不能寐的委屈感变得像尘埃一样轻。你依然会遭遇不公，依然会面对冷眼，依然会有人不懂你的珍贵。但不同的是，你的内心不再是一艘随着风浪剧烈摇摆的小舟，而是一座深深扎根海底的岛屿。外境的风浪或许能打湿你的衣衫，但永远无法动摇你的根基。外境如镜，烦恼如尘。你不是镜中的影像，你是擦拭镜子的人。愿你从今往后不困于人情冷暖，不缠于得失对错，破除对他人的期待，止息内心的嗔火。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，守住那颗不随境转、自在安宁的本心，戒掉委屈，便是你重生的开始。订阅我的频道，一步见山，见自己。